今年5月16号，普京开启了他的第23次访华之旅。此次来华，距离普京第5任总统上任不过10天，足以见得普京对中国之信任，中俄两国关系之亲密。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加入对俄制裁行列背景下，中国无疑成了俄罗斯为数不多可以信赖倚重的友邦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的叫板仍在继续，俄乌战争不知何时能结束。普京政府对待北约和中国的态度可谓是截然相反。那么，俄罗斯为何如此忌惮北约东扩，却从不担心中国侵略？以现在来看，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，俄罗斯就是被逼迫的。2020年3月27号，随着马其顿成为北约一员，横亘在俄罗斯面前的只剩下乌克兰最后一个国家。北约扩张浪潮终究是吹到了俄罗斯家门口。2021年10月，马其顿入约短短1年多时间，北约再度有了动作。这次的目标自然是乌克兰。莫斯科方面获悉情况，立刻表明严正态度，坚决不再向美西方妥协。而外交部发言人表态，将对北约的行动作出回应。次日，外长拉夫罗夫践行了报复誓言，宣布从11月1号起暂停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的工作，包括首席军事代表的职权。同时，北约驻莫斯科的信息办公室被要求关闭，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资格同日被撤销。北约方面也毫不退让，以未申报身份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为借口，将8名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驱逐。俄罗斯媒体表示，俄罗斯决定与北约真正断绝关系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耗尽。美国方面也宣称，双方的动作或将引发一场新的冷战，俄罗斯与北约正进入尖锐的公开对抗阶段。独立报更是直言，俄罗斯与北约正在进行聋人对话，俄罗斯的所有提议都得不到反响，任何要求都被压制，无论何种谈判形式，西方的反应都是一样的。从北约方面流出的消息来看，俄罗斯的抗议不无道理。北约发言人表示，我们在关注俄罗斯的决定，会进一步加强遏制与防御，回应俄罗斯的激进行为。美国方面的动作更加激进，防长奥斯汀开启对乌克兰、格鲁吉亚等敏感国家的访问，其行动旨在重申美国致力于希望乌克兰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。如欧洲媒体所言，奥斯汀希望向黑海地区的盟友传递信号，美国一直愿意向他们敞开怀抱。10月19号，奥斯汀抵达基辅，并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奥斯汀抵达前，美国还向乌克兰输送了一批价值不菲的军火，其意味不言而喻。对此，克宫立刻隔空向美国发出警告。谈到美国主导的北约可能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时，俄政府毫不避讳地指出，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是最坏的结果，将突破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红线，可能迫使俄罗斯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。随后，俄黑海舰队出动，新一轮军演拉开帷幕，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。如俄罗斯媒体所言，美国政府推动的北约东扩浪潮可能催生出一场新的古巴导弹危机，战争的幽灵已经笼罩世界。俄罗斯与北约的紧张态势一直持续到2022年初。这年1月12号，莫斯科与北约理事会艰难实现对话，持续4个小时的会谈中，双方围绕欧洲安全、乌克兰问题展开磋商和博弈。可惜从结果来看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态势。北约拒绝在东扩进程上妥协，摆明了要将乌克兰拉入阵营，并强调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，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，甚至帮助乌克兰自卫。最终，这场谈判不欢而散。于是1个月后，不愿陷入北约包围圈的俄罗斯只能主动打响战争，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就此拉开序幕。针对北约东扩问题，俄罗斯笃定西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，所以哪怕为此发动一场战争，站到整个北约的对立面也在所不惜。俄乌战争的打响并不出人意料，北约步步紧逼，未陷入包围，慢性死亡，俄罗斯只有拼死突围一条路可走。后续北约诸国巨量军援不要命地送往乌克兰，同时施压联合国对俄罗斯发起重重制裁，双方彻底撕破脸皮。而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对俄制裁的背景下，中国是为数不多俄罗斯信任并倚重的友邦。对待中国，俄罗斯一如既往的友善和亲密。实际上，这些年中国加速崛起的过程中，俄罗斯一直维持着与中国的友好关系，视中国为友邻。这一点从俄罗斯一项调查数据便能窥探一二。2000年以来，俄罗斯针对中俄关系面向全社会进行过多轮跟踪调查。2001年新世纪初期，受访者中42%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，仅有2%的人觉得中国是敌人。2014年前后，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再度迈上新的台阶。当年10月的调查数据显示，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竞争或敌对情绪从世纪初期的29%降低到了9%，亲华倾向从47%提升到了79%。显然，这一时期俄乌矛盾的发生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，是促使俄罗斯民众改变对华态度的有效冲击。
而且从2014年起，中国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排名中一直占据着第1位，甚至比俄罗斯传统盟友白俄罗斯还要高。总体而言，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评价近年来已维持到70%左右，同期对美西方的积极评价仅有30%至40%。尽管美西方一直在国际社会鼓吹中国威胁论，并在某种程度上干预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，但俄罗斯社会对两国关系乃至中国的角色定位依然偏向于友好。相较于美西方，俄罗斯人对中俄两国不会爆发矛盾战争似乎有着很强的信心。哪怕在21世纪初期，俄罗斯在大力推向东方转向政策时，触碰到了俄罗斯社会非常敏感的外族人到俄定居问题，俄民众的态度也是友善的。抛开俄罗斯社会不谈，政府层面的中俄友好更不必多说。普京23次访华就是对华友好的最好证明。这种情况就不禁让人推测，面对北约的扩张，俄罗斯始终一副如临大敌的态度，生怕自己的邻国都被拉入北约阵营。但面对加速崛起、实力更强的中国，俄罗斯为何却始终不担心？这一问题细细探究起来，就会发现，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乐意对华友好、无条件信任中国，而是俄罗斯没得选。中俄关系的好坏，一定程度上势必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。传统习惯上，俄罗斯也倾向于将西方作为对外交往的重点，甚至曾想主动融入西方世界。毕竟，美西方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。从地缘和历史文化来看，俄罗斯与西方同样有着很深的情结。当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良好时，意味着俄能够轻易从西方获得各类资源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紧迫性就会大大降低。相反，若西方道路走不通，俄罗斯就只能转向东方，转向中国。20世纪90年代，当俄罗斯发生剧烈变动时，中俄关系迅速火热。背后的原因是莫斯科方面试图与中国结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，以对抗苏联解体后美国日渐增长的全球影响力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，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主要面向欧洲，现代化进程也有赖于学习西方，同期与中国经济合作明显就少了许多。近几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则彻底让俄罗斯与西方撕破脸，一项又一项的制裁彻底关闭了俄罗斯面向西方的大门。莫斯科方面眼看加入西方无望，只能彻底转向中国。目前俄罗斯将中国视作第一友邻，与华交往火热，就是被西方逼上绝路的直接结果。再者，同样面对美西方的打压，中国也需要俄罗斯这个盟友，并已经用实际行动向俄罗斯表明，中国是可以无条件信任的友邻和帮手。在中俄的现实互动中，特别是中国政府颁布的一项项对俄政策，可以清晰判断出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，西方发起对俄全方位制裁，并呼吁全世界各国加入制裁行列，俨然把俄罗斯往绝路上逼。而就在西方纷纷下场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，中俄迅速签署了总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。同年10月，中俄央行又签订了1500亿两国货币的互换协定。之后，中国屡屡通过国有金融机构、跨国集团等渠道支援俄罗斯大量资金。于是，在2014年的民意调查中，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社会认知有了极大改善。55%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战争爆发时站队俄罗斯，而认为中国将帮助西方的仅有2%。2022年，俄乌冲突发生后，中国同样不吝援助。联合国大会上一次次以反对弃权的方式阻拦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。国际舞台屡屡呼吁欧美世界停止挑动战争，与俄罗斯和平对话。通过卢布人民币互相结算、两国能源贸易往来、合作开发库页岛等方式，表明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态度。在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过程中，中国一次次用实际行动向俄表明友好态度，这般立场怎能不赢得莫斯科方面的信任？对待北约东扩和中国崛起，俄罗斯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俄罗斯充分信任中国，多少有些无奈的意味。但更多的中国的实际行动让俄罗斯放心将后背交给中国。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很清楚北约来势汹汹，东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垮俄罗斯这个威胁。但中国的崛起本质是为了自身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，不同的初心和目标自然让俄罗斯有了不一样的态度。不要钱免费送，俄罗斯领土4次被标上中国记号。在西方国家眼中，俄罗斯前后4次给中国送领土是在拉拢中国为同盟，可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，4块领土是普京在偿还俄方欠下的债。俄罗斯的领土归还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如何？为了领土权益，中国做出过怎样的努力？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，支持一下。
俄罗斯向中国开放远东部分地区使用权一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。西方媒体猜测，中俄领土纠纷问题持续多年，如今在俄罗斯进退维谷之际，中国或许会加大力度，彻底解决问题。如他们所言，中国对于争议领土的态度从未改变，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要回来。但是乘人之危这种事，我们不屑于去做。事实上，通过友好谈判的手段，我们也已经从普京手里拿回了属于中国的4块领土。其中过程最曲折的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流经的黑瞎子岛。在1929年之前，这座岛屿都是中国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点。明清时期，中央王朝还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监管机构。可就在1929年，趁着中国两党内讧、自顾不暇的机会，苏联强势介入，夺占黑瞎子岛，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实控区。原本属于中国的岛屿上飘扬着苏联的国旗，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国渔民也被苏联军队强行赶走，不得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了军用和民用2个方面的开发。军用开发是建立哨所，派遣士兵长期守。哨所还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支撑，并且为过往的苏联军队提供一定的补给。苏联人通过海路自北向南行进时，黑瞎子岛就成了他们重要的中转站。至于民用开发，那就不得不提农场建设。苏联境内的农用土地相比起国土面积来说，比例实在不算太大。庞大的冻土层、严寒的气候条件都会阻碍农业的发展，但是在岛上，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存在。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，苏联人开辟农场之后，他们的农作物生长就越发喜人，每年的丰收成果也极为可观。为了对岛屿进行持续开发，苏联政府还专门通过政策扶持，引导一部分苏联人来到此处长居，在这里生活繁衍。久而久之，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痕迹在黑瞎子岛几乎遍寻不见。旧政府的落后和无能，不该由新中国来买单。所以1964年，我们提出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归属权谈判问题。苏联的强盗行为只能暂时改变这座岛屿的使用权，没有改变岛屿的归属权。而且中苏两国也没有签订过任何与黑瞎子岛有关的割让条约，因此于情于理，我们政府都有立场要求苏联归还领土。道理虽然是这样没错，但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，苏联这个贪心的国家可不愿意再吐出来。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，他们一直在避重就轻，试图引导中国转变话题风向，更想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来逼迫中国放弃谈判。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的阶段，所以中国也不再同他们客气，而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求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，谈判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，但也诡异的没有终止。1969年，苏联政府突然表态，黑瞎子岛上的苏联人坚决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。我们的财产被强盗夺走，我们要求对方还回，强盗却抗议我们不讲规矩，这贼喊捉贼之势让懂得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目瞪口呆。中国不气馁，不退让，坚持继续谈判。既然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，那谈判就不能停止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我们的谈判方就变成了俄罗斯。普京上台之后，俄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普京是个人若犯我必犯人的狠角色。西方国家频繁对俄罗斯发起制裁，自然逼得普京内心的天平不断向我们中国倾斜，舔着脸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，甚至不惜出卖本国利益。这可能是叶利钦的作风，但绝对不会是普京的行为。远离欧美，他自然需要中国。想与中国交好，领土纠纷又是绕不开的话题。中俄谈判，他必须配合。一直到2004年，关于黑瞎子岛的谈判才终于宣告完结。俄罗斯政府同意归还一半岛屿，所有军民即刻撤出圈出的171平方公里的土地。2008年，一块界碑在这里出现，事情落下帷幕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拉扯，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。2015年，我们还在黑瞎子岛上本国控制的这一边建立了自然保护区，积极发展生态型绿色经济。除了黑瞎子岛之外，俄罗斯还在之前3次归还中国领土。1992年，俄罗斯刚刚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，政府的统治秩序还不稳定，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阶段。而中国基本已经稳定了，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发展形势一片大好。俄罗斯不敢像过去的苏联轻视中国一样轻视我们，相反，他们还得向中国示好，以期获得稳定的邻国环境。因此，他们将东北边境的9平方公里强占土地归还给中国，也借此和中国达成了关于中俄发展的一致意见。第2次归还，第2年的东部边界的补充协定中有所记录，远东地区的5平方公里土地，他们也答应还给中国。这个地方接近吉林，曾经是我们的东北黑土地。
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在计划着与我们开展双边点对点互动，也积极推动高层往来。所以，归还领土的举动本质上也是在为他们的建设目标而服务。1997年，第3次归还来了，哈桑边境的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也回归了祖国的怀抱。这一年发生的2件大事都让我们欣喜不已。一件是俄罗斯归还我们土地，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从英国手里把香港给收了回来。7月1日0点，5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，昭示着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。当你获得成就时，身边那些坏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好人。从前那些想方设法也做不到的事情，现在也成了光荣不当中的一笔。从1992年开始，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归还了4笔领土，普京也算说到做到，让人侧目。回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为中国领土所做的努力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那是1950年，毛主席出访苏联，与斯大林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。此时的新中国在强大的苏联眼中就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鱼小虾。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苏联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问题，斯大林的态度也相当敷衍，常常在谈判中顾左右而言他，对我们极其不尊重。几次碰壁，毛主席倒也不在意，他想做到的事，他就一定能百折不挠。他多次主动寻找斯大林，要求对方正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的诉求。斯大林被他烦得不行，甚至还做出了谎称身体有恙，逃避双方会面的举动。管你什么借口，我自有我的主张，这是毛主席的决心。经过5年的努力，我们在1955年收回了旅顺和大连，全国人民为之振奋。此后的中苏蜜月期，因为需要苏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，所以中国暂时退了一步，避免提出敏感问题。到两国关系恶化之后，我们才又摆出立场，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做完。一寸山河一寸血，荡气回肠的抗争史，从来都值得我们骄傲。据统计，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多次归还，也仍旧还欠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。收复领土之事，如今依然任重而道远。这一使命不会因为中俄两国的关系而有所变化。不管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建交国家，还是有着深度利益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，我们的领土争议都是不能混淆的重点问题。在俄罗斯处境并不理想之时，西方国家预测，普京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再次归还中国领土的行为，获得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，或者他们会提出与中国结盟，将争议领土变成两国共同开发的土地资源。简单来说，他们会以土地为筹码，向中国交换支援资金或者军工物资。只要中国愿意对他们做出行动上的直接支持，他们就能在归还问题上点头。这一可能性，我国政府不能接受。事实分明，注意边界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规则。用中国的领土换中国的物资，这不是规则范围内的正当行为。况且，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来都是中立，我们不站队任何一个国家，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用尽手段助推战争。尽快解决冲突，回归和平局面，这才是中国的愿景。至于领土该争取的，我们还得继续争取。中国人民的诉求一直都是，俄罗斯必须全部归还中国领土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辈还需继续努力。